美国建国200多年，而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也几乎和美国历史一样长。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早在1778年，也就是乾隆43年，便有华人随着航海家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当时美国刚独立，夏威夷也还不是美国领土。至于美国本土，最早的记录是在1785年，也就是乾隆50年的8月9号，货船帕拉斯号有3名华人船员从广州到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只有最初的13个州，而大清国已经是在乾隆皇帝末期，盛世即将过去。这时中国对洋人开放的通商口岸只剩广州一处。到了19世纪，根据美国移民局的官方记录，1820年代仅有3名华人移民，1830年代有8人，1840年代则有32个人。这30年间，大清当朝的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原本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天朝上国被迫开放。而19世纪前半的美国，先是在1803年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将领土倍增，对外于1823年宣布了门罗主义，对内则继续向西扩张。拿下德州，又打赢了美墨战争之后，美国成为跨越北美洲、濒临2大洋的大国。这时加入联邦的共有30个州，而原属于墨西哥的加州也为美国带进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局的统计数字显示，19世纪前半，华人移民每年的人数只有个位数，还经常是0。进入19世纪下半之后，人数却忽然大增，每年少则几千，多则1-2万，最多还达到接近4万人。华人增加主要的原因是1848年加州发现黄金，这个淘金热也传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吸引来一批批的华人往金山采金。他们大多是东南沿海地区生活贫困的人，借了钱做旅费，希望获利后能够衣锦还乡。有些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出洋，但也有许多人是通过契约华工的方式出国。美国雇主透过中华会馆的头人到中国雇工，先垫付船票、伙食、安家费等，欠钱的华工于是签下长达数年的打工契约来偿债，成为所谓的赊单苦力。后来河床表面的金子大部分被掏走，只剩大公司有能力继续开采，淘金发财的机会大大减少，便有一些中国人回了国，另一些人转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继续淘金，也有人改行开洗衣店或中餐馆，还有一些人转入了其他行业的劳动市场。这时横跨美国东西岸的铁路工程开工，也雇佣了大量华工。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叫普安城条约，确立两国对等的地位。其中自由移民以及享受最惠国国民待遇的条款，开放了华人移民，为美国企业招募华工打开了方便之门。迅速增加的移民华工，价格低廉又吃苦耐劳，逐渐抢走了不少工资较高又要争取权益的欧洲移民的饭碗。这引发了对华人移民不满，也招来越来越激烈的抗议，甚至引发冲突与暴力排挤。
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安吉尔条约》，限制中国人到美国的人数和年限。1882年又通过了排华法案，暂停华工移民。其后经过多次延长且扩大限制范围，最终又取消了法案期限，而成为永久有效。其后数十年，每年只有少数华人移民美国，而出境的人有很多不能再回美，造成华人人口减少。华人移民被迫与外界隔离，而构建了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的社会团体，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城或唐人街。排华法案导致偷渡与人口走私，也造成了一些奇特现象。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市政府的官方档案毁于大火。当时许多没身份的华人借这个机会声称自己是在美国出生，而拿到补发的出生证明和美国公民身份。他们又为在中国出生的子女申请美国身份，更有人以几百到几千美元的价格出具假文件来为别人的子女申请成为所谓的直升仔。有人估计1910年至1940年间进入美国的17万5千个华人里，大约有80%到90%是这种直升仔。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也有不少华裔美人参军。针对中国人的排华法案成为一个尴尬的污点，最终才在1943年被废止。然而这并没让华人移民立即增加，因为当时华人移民的配额还是只有每年105人。这要等到1965年的移民法通过之后才获得解决。此外，一些州和地方歧视华人的法律，例如加州对华人和白人通婚的限制，也都是后来才逐渐废止。1965年实施的移民法，除了每年配额增加到2万人，还特别强调家庭团聚的人道原则。这时华人移民的人数才开始大幅增加。此外，对美国需要的技术移民也可以不受配额限制。许多留学生学成之后留在美国，取得美国身份。他们散居各地，使得侨社的重心逐渐由老侨集中的中国城移出，而广东话也不再是华语的主流。此外，一些法案也有助于华人妇女移民的增加。100多年来，华人男女人口严重失衡的现象也渐渐得到缓解。时至今日，由于华人注重教育的传统，加上中港台地区经济的起飞，不论是新移民还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后代，有比其他族裔相对高的教育程度，也有逐渐提高的参政意愿和能力。华人不仅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还在各地及联邦的议会里当选为参政代表。如今更出现了华裔的部长和总统候选人。19世纪20年代以来，这200年的华人移民史，有当年的血泪，也有今日的光辉。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衷心希望通常身为沉默少数的美国华人，可以尽量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将来多发一些声音，多出一份力量。这个影片的素材用的都是历史照片、图片以及移民局的资料。如果有什么问题或缺失，欢迎大家来讨论指正。如果有其他想看的题材，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谢谢。